据乌克兰媒体在最近的消息，美国空军军机在乌克兰东部边境地区的任务频率持续增高，而飞行路线也大多沿着乌克兰东部的顿巴斯边界线和克里米亚半岛边境地区活动。据了解，美国空军出动最多的是 RQ-4 全球鹰型无人机。有消息称，美军在18号曾经派遣了一架 RQ-4 全球鹰无人机在最前沿空域进行抵近侦察活动。该无人机先从意大利起飞，随后穿过希腊后经黑海抵达刻赤海峡附近。该地区也是克里米亚半岛与俄罗斯本土的重要连接地点。刻赤大桥更是俄罗斯向克里米亚运送物资、兵员、补给的重要交通枢纽。在无人机在刻赤海峡附近飞行一段时间后，又向北绕过克里米亚半岛后，在顿巴斯地区抵近侦察。备受关注的是，从飞行路线图上看，美军的 RQ-4 全球鹰无人机还在顿涅茨克地区武装部队主要活动区域斯拉维扬斯克地区飞行侦察，事后还在更北面的卢甘茨克地区盘旋侦察。有观察人士指出，美军全球鹰的飞行路线上看，已经是在当前俄罗斯与乌克兰最核心的几个敏感地区进行侦察活动，而且或许是真的担心俄罗斯的地面部队有喝高了的士兵，不管3721就直接开火。为此 RQ-4 全球鹰刻意绕开了已经驻扎数万俄军部队的克里米亚半岛，没有给俄罗斯开火的机会。虽然顿巴斯的武装部队多多少少与俄罗斯有所联系，但装备上却差得太多，美军用无人机抵近侦察也就是有恃无恐。甚至事后这架 RQ-4 全球鹰还按着原来的路线返回。有分析认为，从美军的一贯行动来看， RQ-4 全球鹰无人机侦察到的大部分信息或许都会交付给乌克兰使用。一方面是给点甜头，稳定乌克兰继续冲锋陷阵的决心，制造一个美国全力支持乌克兰的假象；另一方面又利用军机巡逻给俄军前线部队制造军事压力，进一步刺激双方紧张对峙关系。事实上，在21日乌克兰官方对外公布的一系列前线状况图片中，就有使用过 RQ-4 全球鹰无人机的侦察画面。显然，美国人是想要进一步在俄乌局势上加一把火，让双方对峙局面进一步持续。一旦有人擦枪走火，俄罗斯与乌克兰乃至部分北约国家都会被卷入其中。到目前，有消息指出，俄罗斯已经在克里米亚地区前线部署了超过12万人规模的部队，战机和防空装备已经被拍到，至于重型装甲单位倒是还没有被发现。当前因为美国的不断施压，导致顿巴斯地区局势持续上升，乌克兰大量增兵一度引发俄罗斯方面密切关注。表面上看，乌克兰叫嚣的声音非常大，很有底气，但实际上乌克兰无非是仗着美国在背后撑腰。不过话要说回来，乌克兰如此叫板俄罗斯，就不怕战斗民族发起猛烈的反击吗？近日，俄罗斯防长绍古伊对美欧发出了警告。绍古伊明确表示，俄罗斯军方已经做好了与西方进行全面战斗的准备，士兵们已经达到了应对局势所要求的标准，将有能力完成确保国家军事安全的任务。简单点来说，俄罗斯方面这是在向西方正式宣战。在此背景下，乌克兰军队向亲俄的东部城市发起攻击，至少7个陆战旅的乌克兰军队士兵，连同大量的坦克、步战车以及榴弹炮被源源不断送往顿巴斯地区，与亲俄民兵发生了激烈的交火。正是因为有西方国家的支持，才会让乌克兰有底气叫嚣。可不知道该国是否知晓自己是棋子的真相。当然，不管知不知道，都与俄罗斯无关。普京只知道现在的乌克兰正不断叫板俄罗斯。面对这一情况，俄罗斯也有所动作了。经证实，俄罗斯已经向黑海增派了15艘原本属于里海地区的战舰。在此之前，已经有大量的俄罗斯军方榴弹炮、坦克，甚至装甲车等装备通过铁路、公路向前线地区集结。毫无疑问，俄罗斯已经做好了从海上、陆地对乌克兰进行夹击的准备。俄罗斯本就是一个有仇必报的国家，普京更是十足的强硬，哪怕面对的是美国，俄罗斯也绝不会向后退一步，要打俄罗斯奉陪到底，这就是普京的态度。就在撂下狠话没多久，有传言4月15日，英国、法国、德国、意大利以及美国都纷纷喊话，呼吁俄罗斯保持冷静，千万别冲动。尽管该传言暂时未得到证实，但不难看出传言的真实性。面对如此强硬的国家，现在不认怂，什么时候认怂？等到俄罗斯炮灰炸到自己才认怂吗？俄罗斯军事非常强大，且该国是真的不怕战争。倘若美国真的为了乌克兰与俄罗斯发生冲突，美国根本占不到便宜。毕竟俄罗斯也是一个核大国，在强盗面前无法讲道理，只有伸出拳头回击。这一点俄罗斯非常清楚。可这关中国什么事儿？中国人在看到西方认怂后，竟然觉悟了。
在我国人看来，中国有必要好好向俄罗斯学习，用拳头说话永远比口头上的警告来得更有效。如果中国也能够拥有俄罗斯那样的霸气风范，想必现在美国以及其他国家也就不敢随随便便来中国地盘上挑衅了。东风211D 是解放军的高超音速反舰导弹，当前的美国导弹防御体系根本无法拦截如此快速移动的目标。简而言之，在发射导弹后，基本只能听天由命。尽管东风211D 的速度使其明显威胁到了美国海军舰艇，但导弹的射程却是最大的问题。东风211D 的射程约为2000公里，所以中国必须在沿海地区部署这些导弹平台，才能保证美国航母无法靠近中国海岸2000公里的距离。这对美国在使用海军航母时的战略构成了重大挑战。航母如何才能接近中国的海岸？无人加油机依然不够用。为了让航母能够重新接近中国的海岸，美国海军正在考虑几种解决方案。美国海军正在研发一种称为 MQ-25 黄鲷鱼的航母无人加油机，它舍弃了以往要求的侦察和作战能力，仅需实现空中加油，因此其研发进度非常快。美国海军计划从波音公司购买总共76架黄鲷鱼。根据五角大楼的规定，它可以将航母上的战斗机的作战范围扩大600多公里，但是这种范围的增加不足以应对东风211D。而且 MQ-25 恐怕要等到2024年开始试运行。使用更多的轻型航母有用吗？不可能，航母数量比不过中国导弹。由于重型航母造价昂贵且分布于各个海域，美军已深感航母数量的不足。但 F-35B 的出现令美军看到了一线生机。海军陆战队的2栖攻击舰如果舍弃登陆能力，最多可以携带20架 F-35B。美军认为轻型航母比尼米兹或福特级航母要小得多，这使它成为难以定位和打击的目标。它们可以约35节的速度航行，在海上不容易被发现和定位。为了定位美国的军舰，中国计划使用超音速无人机来定位目标数据，并将其传输回导弹。加上卫星、超视距雷达、预警机，美国轻型航母的处境也未必有多么乐观。此外，美国海军还进行了其他努力，例如在第一岛链区域为 F-35B 建造小型跑道，只要使用重型直升机或者快速运输船运输燃料和维修材料， F-35B 就可以迅速进行着陆、重新加油挂弹并再次起飞。但是这些临时跑道像固定的航母一样，非常容易被中国的弹道导弹打击。东风26的存在令美军所有针对东风211D 的计划都白干了。空军参谋长查尔斯·布朗最近说，美国空军需要研发一种简易的隐形战斗机，该战斗机将具备 F-35的一部分能力，不追求完全的功能性。作为空军的低成本第4代战斗机，显然美国空军认为 F-35A 的使用费用过于高昂。空军还声称已经设计、建造和测试了第6代战斗机平台。新战斗机计划取代 F-22猛禽，它具备更高的速度、更远的飞行距离，可以有效穿透中国的防空网络。而海军也计划独立开发重型舰载制空战斗机，以解决目前 F-35C 制空战斗力不足的问题。海军希望新的战斗机可以具备超过2000公里的作战半径，从而使得航母可以在东风211D 的安全距离外发起攻击。但美国人的如意算盘还是打错了，美国所有的作战计划都是基于东风211D，而中国不按套路出牌，研制出更强大的东风26。其具备了反舰能力，而它的射程几乎是东风211D 的2倍，所以无论美军有什么新招，都无法抵消中国导弹射程的增加，意味着东风26的存在令美军所有针对东风211D 的计划都白干了。毕竟导弹增加一些射程，可比美军开发一堆新飞机简单得多。